This is good morale. 别人荒岛求生都是挨饿的份，贝子吃上美味的龙虾，钓上来一条指纹鱼，炭烤的鲜嫩多汁，吃上海参刺身，富含营养的荒岛水果，还能抓捕海中鲨鱼。托雷斯海峡身处澳大利亚北端，面积超过25000平方英里，拥有危险洋流、沙洲和珊瑚礁，到处都是虎鲨、锤头鲨和牛鲨。本期贝子向此地发起挑战，在这里绝大部分岛屿都是荒无人烟，淡水稀缺。等直升机来到一个岛屿附近，贝子爬到脚架上，接着跳起。随着直升机缓缓离去，正式开启挑战，朝着岛屿游去。这边路程不是很长，加上老练的游泳技术，很快就接近岛屿。期间在沙滩发现水母，可别看这东西小，被折到几小时就能吃席，远离它才是王道。走上岸上来，刚进入岛屿，精力充沛，必须得探索一番。在沙滩行走一会，这边发现一条鲨鱼，对此还是有点想法，但此刻还有更重要事情，先放一边，开启探索岛屿之旅。而想要快速查看制高点很关键，走来这边岩石旁，看着这高度，应该可以观察整座岛屿，但此刻还需要爬上去。刚上岛屿，什么工具都没有，正常情况还是非常困难，但对于攀登贝来说，还是很有可能。就这么迎难而上，在灵活身手的加持下，很快就上到高处。接下来的艰难险阻才刚刚开始，利用烟囱攀登法，四肢顶住岩石，点点上去。这种办法非常有效，但耗费体力无疑也是巨大。等贝子来到顶部，已然大汗淋漓，气喘吁吁。休息一会，接下来海岛风光一览无遗。这边只能看到岛屿一片区域。接下来起身在岩石顶部行走，没走多远，道路断裂过不去，查看一下距离，感觉还行，就这么跳过去。实在让人心惊肉跳，好在顺利过去，继续行走在高处岩石。而就在这边，赫然发现另一座岛屿，中间隔着一片浅滩。相比这个岛屿，那边大了很多，资源相对也更丰富，想着去那边更划算。就在这时候，在下方赫然发现大鲨鱼，让贝子立即有点犹豫，思考一番，最后还是决定前往。先是从上面下来，来到这边沙滩，一来这里就发现不少鲨鱼，稳妥起见，附近找来一节木棍防身。就这样慢慢下海水中，这边最深也就到胸前，但这足以让贝子速度受限，边走边观察周边。突然在不远处发现鲨鱼，赶忙先停下来不动。随着时间推移，危机并没有解除，周边来了更多鲨鱼，似乎被包围了。就在这时候，还有一头朝着这边而来，瞬间气氛有点紧张，紧紧抓着木棍，蓄势待发。好在最后鲨鱼掉头走了，趁着这个机会丢掉棍子，奋力朝岸边狂奔。等安全来到这边岛屿，坐下来休息的同时，平复一下心情，总算捡回一条小命。而接下来起身开始探索这边，一进来发现众多椰子树，上面都挂满了椰子。果然来这边是正确的选择，正好也口渴了，找到一棵比较低矮的椰子树，直接往上爬去，灵活的像个猴子，轻松把椰子采摘下来。没一会就回到沙地，掏出小刀切开，拿起来一阵狂饮，喝了个心满意足。完事沿着沙滩行走一会之后进入岛内，很快这里发现众多香蕉树。在求生中，香蕉树对于求生者来说可谓全身都是宝。收集细长竹子，制作一个吸管，给它插入香蕉树中，下方挖个浅坑，放上香蕉叶收集液体，这需要一定的时间。最后考虑庇护所，走到另一边沙滩，这里有个巨大树木，下方无比开阔，当庇护所相当合适。在贝子一番规划下，开始收集材料。先是从椰子树上收集叶子，找到这边竹子，收集一根粗大的，把这些带回营地，掏出小刀，按照差不多比例在竹子中一顿切割，但不切到底。忙碌一会，形成一片片的，两头绑在树上，这样一张吊床就有了。试试效果还不错，再拿来椰子叶、树叶盖在一旁挡风，吊床上也给它铺上叶片。到此庇护所搭建好，而忙碌这么久，肚子也咕咕叫，是时候搞点蛋白质，外出寻找。在沙地发现海货，但已然被鲨鱼撕咬的没剩多少，从中取来鱼刺，非常的尖锐，可以用来做鱼钩。削下一小块竹片，两者绑在一起，很快鱼钩就有了，绑上鱼线，还差一些诱饵。只见贝子来到海边，拿着石头用力扔进去，在冲击力作用下，小鱼被震晕过去，轻松获得鱼饵，开启这天钓鱼之旅。坐在沙滩，随着夕阳西下，这天接近尾声，再次等候个把小时，终于有动静，赶忙拉着鱼线。当一条海鱼被拖上来，贝子也是放下心来，晚餐有了。这是一条指纹鱼，进入烹饪时间。回到营地，先把鱼处理一下，收集柴火和火绒，准备好。打火石一出，很快升起篝火，拿来鱼串枝干上，放入篝火中炭烤。
等进入晚间，天也慢慢黑下来，贝子拿起烤鱼吃起来，外焦里嫩，无比的鲜美，每一口下肚，那都是奢华享受，吃了的心满意足。接着往吊床一躺，这天就这样过完。等到隔天清晨，这天起身走到海边岩石边，在这边附近慢慢探索。走着走着，发现一处洞穴，走进去查看，试图从这边穿过去。期间发现一张网兜，好东西收集起来。起身继续往前走去，穿行了一会，很快来到出口，前方赫然还有岛屿。这个发现让贝子久久不能平静。相比这边资源并不一定更丰富，但在托雷斯海峡获救可能性更大。思考一番，决定前往那边。在这之前还需要做很多事情。转身先来到香蕉林，下方赫然有很多汁液，一阵蹲蹲蹲，很好补充。接下来考虑食物问题，来到之前发现鲨鱼地方，这会找到海参，给它切开丢进海里。等了一会，鲨鱼靠近这边，贝子慢慢走过去，突然但还是被他跑了，失去一顿大餐机会，只能另寻他路。在这边沙滩一阵翻找，收集一些可用材料，拿来竹子，一头给它劈开点，再装进去一根尖锐的细长竹子。为了更好获取海货，再安装上一个倒钩，最后绑上弹力橡胶，一把鱼叉制作完成。接下来开始狩猎，拿着玻璃瓶进入海中，靠着这个瓶子查看海底，等锁定目标再潜进去。但并非就能轻松获得，历经几次失败，这会在礁石下发现长长触须，看似像龙虾，潜入水中，拿着鱼叉慢慢靠近，再用力插下去。等浮出水面，赫然插中一只巨大龙虾，美味就这么到手。朝着岸边走过去，等回到营地，来到篝火旁，龙虾放入篝火炭烤。等上一会后开始享用，先吃点龙虾脑尝尝鲜，而接下来才是重头戏。拿起来龙虾尾，含有大量肉，贝子剥开壳，拿出来大块肉来，送入口中，吃上这一口，整个人都升华了。蛋白质不知道是牛肉多少倍。完事开始收集竹子，需要很多，让贝子也费了不少力气。各把小事过去，收集一堆竹子，接下来依次排列，在每个竹子一头都开个孔，分成3个部分，都给它们用一节竹子串起来，最后横放一根长竹子，连接3个部分，这样筏子更加稳定。接下来制作一面帆，把网兜绑竹子上，再搞来枯椰子树叶，在网兜编织一番，很快一面帆就赢了。做完这些，筏子已然完工。接下来附近搞点水果吃，收集椰子水，准备好带着筏子出发，离开这边岛屿。贝子拿起帆，依靠风力驱动，省了不少力气，一路高歌猛进。看似岛屿很近，实则路程还是很长。历经一段时间，天气突变，开始慢慢下起雨，加上靠近这边岛屿，海浪瞬间变大。安全起见，下到筏子，带着筏子慢慢往岸边靠，最后终于是登陆这边岛屿。之后从陡峭斜坡爬上，穿过一片草地，朝着岛屿顶部走去。而就在这边，赫然有个小型机场，来不及解释，飞机正要起飞，赶忙狂奔去追。文明痕迹显现，本次挑战成功。